過去我們在談到每一個國家的軍力的時候，就看你的飛機大炮，你有多少的武力，你有多少的發射能力。但現在已經不是只是看你到底有沒有核武，你到底有沒有飛機大炮，你的坦克車到底數量有多少。現在要看的是你的整合的能力，你的 AI 的準確能力。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在帕帕羅手上，也是印太司令的手上，他每天都有一個電腦。這個電腦不是告訴說我今天有多少的火炮，我不是今天我有多少的動員能力，而是有一家公司，一個 AI 公司，每天都會把它整合最新的一個戰場的地圖。因為現在對美國來講，誰擁有最快的殺傷力，誰就有最強的攻擊能力。現在等於說，我們現在看到俄烏戰場上，我們看到委內瑞拉的戰場，我們也看到伊朗的戰場。現在最重要的是，我能夠最快的鎖定你。當我看到你，我鎖定你，我獵殺你。就算你有最好的火炮，就算你現在有 SAM-300，你有 SAM-400，當你被獵殺、你被鎖定、你被攻擊，你都毫無作為的時候，你就是一個被獵殺的目標。而這個也是我們現在對於台灣的軍購質疑的地方。現在國民黨說：“哦，我買軍購啊，我買軍購，你給我多少？我買這個所謂的海馬斯火箭彈，我可以買火炮，我今天可以買坦克。可是現在的重點是你居然把整個建軍裡面最重要的大腦給拿掉了。這個最重要的大腦就是中間的 C5ISR， 也就是說，我今天的通行指揮，我跟美國的連接鏈，如果我沒有跟美國有這樣的連接鏈，我的飛機飛上去，我就是瞎子，我就是聾子，我對於整個戰場的狀況完全的不熟悉，最後只有挨打的份。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我們今天特別找了一個最方面、最專業的專家來跟我們解析，說為什麼大家對國民黨這一次的軍購專案有這麼多的意見？還有我們現在從俄烏戰爭，我們從委內瑞拉，還有這一次的伊朗戰爭，我們到底學到了什麼？未來戰場的面貌到底如何？好，我們今天邀請就是美國前國防部的官員胡政東，胡教官，你好。寶傑好，大家好。好，教官，不過第一個我要問你，因為我前兩天看到你在講一個東西，把我給嚇壞了。因為在進攻伊朗之後，美國的中國的本來繞台的軍機一架都沒有了，對對對，一架都沒有了，就開始講啊，他被美國嚇壞了。第二個就是現在的這個波斯灣的石油出不來了，這個出不來了以後，中國擔心它沒有油了，因為沒有油的關係，所以它就不飛了。可是你說不是？按照你們過去長期的這個經驗，當他開始安靜下來，反而才是我們要提高警覺的時候。對，因為他在整個安靜下來，代表他在幹嘛？他在做戰備準備。他如果在進行戰備準備，那個對台灣來講就是一個危險的訊號。對，那油我覺得這中共有它很多的庫存的油，而且它的油從俄國來的油是不斷的，对不对？所以油應該不是問題。那是因為我們在軍中的時候，每次我們要準備一個大的行動前，我們會叫做 stand down， 我們就 stand down， 然後把東西都修好，準備打仗了嘛，或準備演習了。對。所以那時候我就有點擔心，我就跟我幾個朋友聯絡，他們也看到同樣的東西。以前做過軍人的都曉得你要做大事情以前把東西都弄好。對。所以呢，可是好的是我知道，這些情報組織一定在仔細的看，是不是有其他的？你要看很多不同的 indication 才會加起來說是不是真的要動。那這一點我想。有一段時間，前面2-3天我是有點擔心所以你看到我也講這句。那另外一個就是說，他們可能自己要評估一下，我們繞台下台灣已經好幾年了，對，那希望能夠使台灣的人民怕到以後就趕快做有一點那種認清啊或者失敗主義的想法，趕快投降。好像不靈哎，沒有用。對，這是我們應該在想着做其他的東西，說不定他們也在做這個東西，所以他真正的理由我倒是還沒有猜到了，不曉得是為什麼。因為我們都有當兵的經驗，以前我們要做大演習之前一定要高裝檢，你們也是嗎？要裝備檢查，對啊。因為比如說我是負責這個反裝甲，我有很多的1洞6炮，我的1洞6炮如果要進行演習之前，我的1洞6炮一定要 work， 一定要能夠運作。如果我開出去當掉，完蛋，我一定會被罵死，我被定爆了。所以在如果有一個演習之前，我一定要把每一個儀器、每一個火炮、每一個東西做得真正。所以你這樣講，我有點緊張。同樣的，對不對？同樣的。那就所以說，中國現在有一種可能說，
現在因為伊朗這邊出狀況，因為我們知道伊朗中國一直希望開闢第二戰場。他為什麼投注伊朗這麼多的資源？我每年給你那麼多錢，我就要讓你在那邊惹是生非。我讓你在那邊惹是生非，我就知道你牽制美國。你看啊，俄烏戰爭發生事情，我哈馬斯就開始動了。今天你如果說今天對中國有些壓力，我今天的伊朗開始也有在動了。但你現在已經伊朗動這麼大，所以大家擔心說，那你現在中國會變成他一個可乘之機嗎？對，這是很危險的情況，因為你講的對。如果中共要做什麼壞事，他一定要想辦法在其他地方造事情，對，然後使美國和美國的盟友都忙得半死，然後他就減少美國作戰的能力，或者有人說，哦，其實我在最近幾個在台灣比較親中的電視上面看到他們說，哦，美國軍火都用完了，對不對？一大堆。那事實上，這代表他們並不了解美國。軍火庫存的 policy， 我們的政策，我們在中東、在歐洲、在亞洲都有很大的庫存，OK， 因為萬一那件事情。然後美國本土的庫存最大，美國本土的庫存是幫助哪邊需要，OK， 那在有事情的時候，他們當然會從那個地方，歐洲打仗，烏克蘭好了，對 ，EUCOM 歐洲司令部的庫存可能就開始，可能已經用了很多了 ，OK， 中東也是 OK， 可是他們會不會碰亞洲的庫存？不會嗎？不可能，因為印太司令他的 job 是，萬一這邊有事情我要打贏，他不會讓人家碰這個。再加上聯參五角大廈裡面的聯參，他是決定用什麼東西。聯參知道，現在美國的國家生存。只有一個國家可以威脅我們的國家生存。中國，他不可能用這個小小的戰爭 （limited warfare） 在中東去 take a chance。亞洲，我們的國家生存，把這邊的東西拿過去 ，no， 不可能。所以我覺得，這些人講說，哦，美國沒有武器了什麼，可能不了解美國我們叫 war reserve material（WRM） 的分配。對，你要分配。這個地區的司令也要同意，因為他的job，歐洲那個司令是歐洲打仗，他要贏中東，所以這些司令要說 OK， 我可以給你，我這邊好像還沒問題，沒有那麼緊張。亞洲這個現在印太不敢動，不敢動的，這蠻緊張。中共做那麼多事情，在菲律賓啊，在台海，然後最近跟日本、連韓國，他印太司令不可能說哦沒關係，我不需要你，你拿過去，不可能。然後。在亞洲，你知道這些東西在哪裡？當然，美國西岸一大堆嘛，因為太平洋海軍在聖地亞哥那些，他們的飛彈都在那邊。然後在夏威夷、在關島、在日本、在韓國、在菲律賓、新加坡，都一大堆 DC， 所以這些東西已經在前線了，不需要我也聽人家講哦，還要運過來要多久？不可能啊，沒辦法，已經在這邊了。因為我看過一個說法，就是美國本土之外，最大的油庫、最大的彈藥庫都在日本，有在延國基地。延國基地大概是日本這個除了美國本土之外最大的油庫跟彈藥庫，還有包括普天間基地，包括像沖繩，那裡面所藏的油、彈一些基本資源，那是超乎我們想象，非常非常多啊。另外一個最大的是在關島，我們在關島，如果你看我們安德森空軍基地，安德森空軍基地有兩個，一個北一個南，那個兩個基地中間，全部的軍火庫。那時候我去看過一次，本來台灣的 M120那個 AMRAAM 飛彈要在那邊，我們以前放在那邊，本來要放在那邊，我嚇一跳，那個地方那個人說，因為我要選一個，那時候台灣和新加坡的兩國的飛彈。本來是說不運過去，兩個國家都放在關島，先放在關島，所以那時候我就去看哪個庫裡面，然後我們就開到那個地方，我不敢相信那個地方多大。後來我上衛星的照片以後才小了解，就是那麼大。那個人就跟我講說，我們這邊能夠打很久，我們那邊的東西可以用來打很久，所以關島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不過像你講的，日本我們有很多很多。那韓國呢更不講，因為那時候
擔心北韓會過來嘛。那韓國大部分東西是陸軍的東西，陸軍的東西大部分是陸軍的東西。那日本那邊就海軍和空軍最多。那現在在菲律賓的是增加最快的。美國在菲律賓造了很多 bunker， 很多能夠放軍火的地方，因為菲律賓現在同意嘛，你可以用那麼多基地，所以我們在很多他們的基地上面開始做這種弄軍火的倉庫，不是倉庫，它是保護好的那種倉庫。对，然後而且現在聽到一個消息是，現在菲律賓的這些基地、這些設施，它需要金錢，它需要台灣去幫它出這個錢，也就是說。現在有2種，一種是台灣現在其實我們講全世界，美國其實有5大的海外彈藥庫，海外彈藥庫它現在有第6個，這第6個想要放在台灣是真的嗎？還有現在不只是在台灣，台灣現在周邊包括菲律賓你要蓋的跑道，你現在要蓋的彈藥庫，對，基本上是要由台灣來做供應的。哦，是嗎？這個我就比較不方便 comment。可是我上個禮拜在菲律賓，我在克拉克和蘇比貝，我去看了一下，對，我們在菲律賓做的事情，而且你這次我們國防授權法裡面放了很多錢，說幫助亞洲把很多軍火美國的東西放在前面了，放在亞洲的前面，多花一點錢，然後像你剛才講的很多跑道，我們把重新 surface，然後做一大，所以我們在菲律賓現在投資了很多錢，而且大部分都在陸商島的北邊，就是靠台灣最近的地方。因為美國要看清楚，我們最危險的還是台海，當然，南海也是 OK，所以在那邊的庫存可以對應很多地方。對，而且那個地方離台灣只有400公里，很近。就那個地方的距離，有台北到高雄，然後高雄到那個菲律賓的位置是剛好在一個中間的點上面。對。好，那現在還有一個說法，就是說為什麼中國它現在按兵不動？除了剛剛就會擔心說你現在是不是在準備，你在準備是不是在醞釀一個大規模的攻擊？另外一個說法是，美軍現在在改變，就像上次美國跟日本在進行聯合軍演，把韓國給拋出去，拋出去之後呢，他居然這個是 ADIZ 去跑到了中國的這個所謂的法西艦，他說以前從來沒有，他這個出現一個什麼狀況？他說川普跟過去不一樣，以前的美國是可預測。就美國其實很規矩，你就在這個地方演習，你就在那，你也不會侵犯。可是現在美國隱然，他那個過去的規範已經沒了。對，他已經常常會侵犯、會挑釁、會攻擊整個中國。所以中國現在要想說，如果是這樣的一個狀況，我還在去挑釁，我還去包圍這個台灣，我還是去繞境，那這個戰略原則跟現在的戰場狀況，它是符合的。要改很多。大概3個月前，美國跟韓國說，我們在那邊的軍隊，我們要變得很 flexible。flexible。因為以前不是這樣。以前我們的全部在韓國美軍是對北韓，只對北韓，只保護南韓，這是兩邊互相的同意的東西。可是現在我們新的國防部長Hegseth 說，我們韓國的部隊要 flexible。那這次F-16飛，我想就是 demonstrate 我們的軍隊已經 flexible， 因為從韓國到北京是1000公里 ，OK， 還沒有1000公里，所以讓青島啊、大連更不要講了，500多公里而已嘛，對不對？那黃海就算爆過。對，所以這對中國來講也是一個嚇阻，因為你要做壞事，以前你可能是戰區是從上海到廣州吧，對不對？現在 all the way up，OK， 我們從北邊也可以給搞你，所以呢，像你講的這個不可unpredictable 的東西是中共也很頭痛，對，當然我們有些朋友也很頭痛，在南海說，你要你要這樣子，嚇死了，對，其實他們南韓我覺得不必太怕，因為北韓嘴巴講得很大，可是事實上他們不是那麼強。你說南韓現在是有能力去處理？南韓有能力，他們自己新發明的，他們現在自己有像我們 F-22這種逆中飛機自己在造，然後他們的兵力其實非常強，北韓碰不了他們。好，那另外一個是我這2天在看 Palantir 的在一些書，然後呢裡面特別提到說，你未來一個國家，你戰力不再看你的核彈數量，
不太看你的這個所謂的飛機大炮數量，而是你的 AI 的整合。那這個 AI 的整合裡面非常可怕，就是說，剛剛講那個擊殺鏈，誰能夠最快的找到對方，然後我鎖定對方，我來攻擊對方。那特別像這一次的這個戰爭裡面，就是你只要冒出頭來。你只要冒出頭來，然後呢，我這個訊號馬上會交給 F-35，F-35馬上就會指揮進行攻擊。那個是瞬間的事情，以前可能要花1-2天，我要去做戰場地圖，我要去戰場判斷，現在可能在幾分鐘甚至幾秒鐘的時間就可以做決定了。所以現在這個能力，才是整個美國能夠壓制整個世界最重要的部分嘛。其實從另外一個方向看，我們叫multi-domain warfare，OK， 多領域作戰嘛。多領域作戰，第一個是使敵人沒有辦法反應。如果你看第一次打伊朗，去年6月，然後這次委內瑞拉 ，OK， 就是說我們先 study 敵人 ，OK， 然後看使他沒有辦法，第一個看不到你 ，OK，cannot detect。第二個，你 detect 以後不能 assess 他在做什麼。第三個，你看了，然後你要做決定，你沒辦法做決定，沒辦法做決定，你沒有辦法反應，你要發射飛彈發射不了 ，OK， 這個 response cycle 我們會使它 break down。第一個，他們在哪裡？第二個，即使看到一些東西，他們在做什麼？我應該怎麼做什麼 ？OK， 誰要怎麼樣反應，對不對？所以為什麼我們做得到？我們事先在做事情以前幾個月已經 observe，OK， 我們我們會做一個我們叫 order of battle，OK， 它的組織是怎麼樣？它的就是控制 command and control 是怎麼樣？它的通信是怎麼樣？它的網絡是怎麼樣？然後我們每一個東西，陸海空軍都會有一個 order of battle，OB。從這個裡面找弱點。以前你是全部都打，對。現在有 AI 的話，只打那個弱點。我把你算好，把你算好了。priority 呀，只攻擊那弱點，你把這個就 separate 以後，你就沒辦法反應。你看，去年6月炸伊朗進出90分鐘，他一個飛彈都沒有起來，因為他不曉得怎麼回事。OK，Venezuela 他唯一的反應是人家眼睛看到直升機打幾槍。其他東西都沒有起來，對不對？同樣的，這一次我們去打伊朗的剛開始的時候，也是因為有 AI，它可以 respond and predict，而且因為它已經記錄了那麼久，對 ，OK， 看敵人的行動，他知道如果他這樣子，他下一步是這個，所以你做下一步，我可以預判，對你不要再 respond， 他一直追他，你跑到他前面 ，OK， 這個就是美國能夠做到的多領域作戰。現在我想世界上可能只有美國能夠做。我想中國不行嗎？他至少還沒有 demonstrate 他可以有這個，因為這個東西是需要很好的資料，data， 因為像任何電腦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對不對？你資料不好的話，你結果就錯的，對不对？所以這個東西是要經過很多演習，很多訓練，很多你說 OK， 他們會做這個東西，還沒有打仗前先說，他真的就做這個東西，你就曉得 system 是對的，you know validation， 對，一定要中文怎麼講？查證嘛，一定要查證你這個系統是對的，所以在用以前你要查證。那中共有沒有這些能力，我是不曉得啦。可是他們當然 AI 不錯，可是他們的 data 呢？對不對？沒有 data， 你 AI 不錯也沒。那因為在委內瑞拉的時候，讓我覺得我非常驚訝，因為基本上我們也受過一些基本的訓練，我是步兵少尉。OK， 那我們在当時你就講，任何戰爭裡面，第一個一定是集結、動員，然後集結。對。那我看你的動員，我看你的集結，我就知道你的兵力規模，我就知道你的下一步。那委內瑞拉讓我覺得最 shock 的是什麼？他在不同的機场。他在20個機場，150架飛機，然後就突然起飛，起飛了以後就到了同一個目標，同了一個目標了以後呢，然後每個人開始分配任務。我聽我一個朋友講說，我知道真的來講，他說其實每個飛機上面都會有個 list， 你有個面板 list 出來以後，上面也會有你的工作，然後你就等於說你上去以後你也不知道，我就直接說我飛到那個地方，飛到那個地方以後我就分配我的工作，我按照我那個工作做就好了。這個是完全超我的想象的，因為以前就像我們以前國慶閱兵。
國慶閱兵是不是要衝場？比如直升機要進來，我們的飛機要進來，最後我們的 F-16要進來，都要在淡水河上面繞，然後再慢慢一個一個進場，你才要把它安排。我覺得美軍已經做到那種，你不用安排，你根本不知道它的起飛是訓練，你根本不知道它的起飛是巡航，你也根本不知道它的起飛是進行攻擊，所以你剛刚才会說，你飛上去你不知道它在幹什麼，因為它的任務不是你可以想象的，因為以前我要進行一個任務，我會有一個順序。对，我觉得美国现在就是把那個順序全部都破壞了，所以他在進攻的時候，你根本不知道在幹嘛。That's true， 因為我們，你剛才講的是 air tasking order， 就是說每一架飛機它是這個 air tasking order 裡面的一部分。對，他知道其他人在做什麼，他知道他的 time on target。他在什麼時候幾秒鐘一定要在這個地方，因為另外一個東西可能在做他的 jamming，他 jamming effect 是這段時間，在這段時間裡面要進去，你要丟。如果你 miss 這個 TOT， 你就 abort， 因為你可能 cause 其他人的麻煩。所以這個時間算的通常是大概每15-20秒鐘的非常 tight 的這個 TOT。那我們在沙漠風暴的時候，這很難哦，因為大家都是千里之外跑過來。你從千里之外跑過來，你中間的誤差是只有幾秒鐘的時間。其實你現在的自動飛航 autopilot 的時間，你可以它自己會加速、減速，然後有很多系統，太空的系統和普通的其他的東西會 feed into it， 所以你可以就像 F-35。它可以 God's eye view 看大家在做什麼，其他的系統有很多系統也可以啦，就是看到這些全部其他的人的動作，然後我的動作，然後我是早到還晚到，常常有自動駕駛的東西，它會慢下來或快下來，你只要跟他講說你在這個 waypoint， 對，你幾點幾秒再要到。對，他會 adjust， 而且即使人也會可以一點點加一點點轉慢一點，或這個是。練習過了以後不是那麼難呀，那可是你要在空中同時解決，比如說像這一次的伊朗，它是90幾個攻擊90幾個基地，它是不同的2000多次的這個攻擊，等於說你一次要算這麼多東西，你要把它先後順序算出來，而且記得伊朗很大。很大啊，所以不是說大家擠在一起了。對，而且它是6個不同的方向。Venezuela 反而更危險，還好他們說，雖然說150架飛機20個地方，事實上有很多次 holdback 是 Plan B。因為萬一什麼事情發生，像我們 F-22在天上，他沒有參加，因為萬一其他國家的飛機來要倒，讓他去打，然後B1 也在那邊繞 ，B1 沒有炸。可是萬一需要炸，對，2架 B1 上面帶了那麼多炸彈，就是說很多飛機是 backup Plan B，如果沒有像我們想象的事情發生，那你要怎麼樣 respond？你一定要準備好。同樣的，這次打仗，我想第一次開始以後炸了以後，那很多東西是 standby，那然後如果 everything work as planned， 我不曉得。因為我已經沒有 security clearance 看不到這些東西了，那一定要準備好，永遠會有一個 backup plan，yeah。所以美國現在的作戰能力這麼強，它等於說各種不同的跨軍種、不同的飛機，我要怎麼樣的整合，我怎麼樣的就定位，我怎麼樣進行攻擊訓練、進行攻擊序列，這個東西都是別的國家，特別像中國是完全辦不到的。其實有些國家辦得到，然後當然中華民國好了。OK， 台灣的軍人上我們的軍校，對，陸海空軍，然後從低 level 一直到戰院嘛，然後演習一起演習，在很多現在台灣整個營過去，對不對？然後在那邊有21隊 F-16的都有參加很多不同的演習，然後這些 process 他們都學得到，我們會教我們的盟友，我們也會這套，所以。我想很多台灣的軍官已經畢業完的都了解，所以我講的東西其實這些人在外面看可能說 ，Yeah, I know， 那個他們已經上過我們的學校，已經曉得了。好，那你現在講的一個重點，也就是這一次大家對國民黨的軍購不滿意或者是覺得質疑的地方，因為我不是買 F-16，我 F-16上去的時候，我必須要進到 Link 16。
我要去跟美國連接。如果我飛上去的飛機，我今天的訊號我沒有辦法跟美國連接，我的那個整個通信指揮是混亂，或者沒有一個大腦在那邊的話，我有 F-16是沒有用的、啊。就像你現在 SAM300、SAM400 字根本就當成破洞爛鐵啊。對对，寶傑你講那個很重要的東西 ，OK。很多人看 number， 中共有多少架飛機，多少個船 ，number 不是什麼東西，是作戰能力。作戰能力是一個要看 synergy， 就是互相幫助，1+1等於3這種作戰能力。OK， 中共如果那麼多船加起來，1+1等於0.8，對不對？這作戰能力啊。那現在國防部，其實我這樣子從開始講比較好。國防部要買這麼多東西，怎麼決定的？這個 process，OK， 我想在野黨應該了解，這些東西通常是由美國和台灣互相研究。從什麼開始？從威脅開始。中共下面10年，它的威脅程度，什麼東西會威脅？那台灣需要什麼能力去 counter 減少這個威脅？OK， 需要這個能力裡面什麼系統？給你這個能力 ，OK。中國有很多飛彈，你要有反飛彈的能力。反飛彈能力那我們有 THAAD， 可是中共的飛彈打台灣的飛彈是短和中程的。THAAD 是打長程，在太空外面不需要花那麼多錢。愛國者 ，OK， 賣愛國者，買東西是這樣子決定的。這個 process 出來以後呢？那台灣就說 ，OK， 你能不能給我一個叫做 P&A， 就是價錢和可受性 ，OK？ 因為國防部要知道要去立法院問拿多少錢，對 ，OK， 一定要有個資料。這個資料怎麼來的呢？通常美國是說 ，OK， 台灣要買愛國者，我去年賣愛國者給日本這個錢，然後你通常通膨嘛。1年 OK， 台灣還需要另外1年再拿到錢，再 OK， 我們算2年多的通膨 OK， 然後台灣可能需要的 spare parts 多少，所以 OK 台灣200塊錢，你去立法院要200塊錢 OK， 當美國給你這個價錢的時候，這是 planning OK， 這不是發價書，這只是說價格和能夠買的。指頭 price and availability P&A， 我給你的簡單的，我給你的價目表。價目表，這是 P&A， 美國不隨便給 P&A。如果美國不想賣給你，他不會給你 P&A， 他不要給你一個我們叫 false assumption，假的想法，因為我們不要我們的朋友說美國會買啊，我去拿錢，拿了錢以後他不賣，那你不是，所以當你拿到 P&A 的時候，這代表美國政府是願意賣的，所以现在國民黨的 version 說你拿到 LOA 是發價書以後再那太晚了嘛，對不對？所以通常這個錢都是在前面1年多1年半左右，去這樣子，那國防部就可以說，立法院我需要這個錢，對，因為當他 LOA 發價書出來的時候，那個價格只是 valid 90天，如果立法院在90天裡面不能給他錢，這個就 invalid， 又來一次，你這個 circle 永遠趕不上。這個就像現在台積電這麼搶手，你今天如果不跟我買，我給你2天3天，你1個禮拜以後你再不買，我就對不起哦，你先輝達不買，其他的全部在搶了。對，其實現在的狀況就是這樣，就是這樣子。所以你看國民黨這個 version， 他一直講說我支持軍售。事實上，它這個 version 是 not workable。你拿到 LOA 以後再給錢的話，你這個 LOA 馬上就無效。對，你就要重新申請，那錢不給你了。所以你的看法是，國民黨提出這個3800億加 N 的這個是一個不買軍購的方案。加 N 那部分，前面那部分因為它 LOA 已經收到了，對不对？所以國民黨應該說，你拿到 P&A， 拿到價格和可受性的資料，拿到 P&A 的時候。就開始審這個 budget， 現在就是這樣子。是 ，OK， 這是你唯一可以做的，要不然你嘴巴講一講你支持，事實上你是故意
他永遠沒辦法買得到。而且我補充一下，自從台灣關係法之後，我們的做法就是這樣子，就是這樣子。有没有拿到交目表之後呢，我們就開始去算預算，預算出來以后，你在發價書之前錢就有了，所以你發價書來了以後，我們錢趕快存進去。告訴你，我就買了，你不要再就這樣，不要再那個3億2億了，对，這個東西才會進來。對，那可是我的意思是說，那國民黨不會不懂啊。其實買飛機大炮、買這種軍購最多的經驗的是國民黨啊。那你怎麼會搞這種事情呢？他們應該懂，尤其那些將領，那些在國民黨裡面的將軍，碰過軍售的，應該都懂這個程序了。那我不曉得這一次出來這個東西。這幾個位立法委員是真的不了解，還是就故意用這個方法使你永遠買不到？所以說我看了以後我就有點擔心，這個東西是永遠買不到的，因為你的發價書出來，你那麼90天過了，你錢還沒有拿到，發價書不來，要重新開，對，那就不算了，我們就不能再投票給你這個錢了，你下次再來，90天他又沒有。又沒有通過這個錢，那你又丟掉，所以這個 process 幾乎永遠趕不上的 process，it's impossible process，所以你要等發價出來是太晚了。所以在前面，當美國給他的價格和可受性的時候，那個時候就像現在一樣，立法院就該決定給不給錢。而且電視看不到的加內容，鎖定 YT 寶傑怎麼說，每週3、4晚間6點獨家上線，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加入會員按下超級感謝，聽聽寶傑怎麼說。